看最近这个多邻国跌幅比较大，跌幅比较深，有没有机会来参与后期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多邻国这只股票从周线上来看，运行到波浪理论当中的哪一个结构当中。第三个问题就是多邻国目前下跌到355美元这样一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来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如果你有看不准的品种，也可以私信约稿。因平台限制，更多的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可以加微信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资格。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主要聊的是美股的多邻国 DUOL，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多邻国的一个周线图，整体走势是2011年截止到现在就是一波比较大的牛市，运行时间也是整体的上市之后运行的时间也是不到4年的一个时间走出了一波牛市。那目前我们要找到它的一个图表当中的最低点是在22年的5月初，低点是在 60.50， 高点是出现在今年的5月12号当周最高是 544.93， 从 60.50 上涨到 544.93， 整体的走势已经翻了9倍可以说是这一波牛市整体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从其运行的结构来看，是已经走完了这次的五浪上涨走势，1、2、3、4、5。那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五浪上涨结束之后必然面临一个反向的 ABC 深幅的回撤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通过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当前的这次调整已经运行到了什么样一个位置。那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从545美元左右的价格开始的回落，已经跌到了355，也已经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也就是359的位置。但是目前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迹象。从这次的回撤的幅度来说的话，当前应该还是处于这个大级别周线的 A 浪回撤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具体来说一下，它应该是处于这次 A 浪回撤的一个后半程，甚至是一末端。那后期整体的走势，它可能是先走完一个下跌的 A 浪，然后再反弹出现一个 B 浪，最后再向下走完这个 C 浪。这里就用这个黑色来表示，分别是 A， 然后反弹的一个 B， 再次下跌的一个 C。 那通过这样的周线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多头投资者来说的话，后期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 B 浪反弹，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空间比如涨到400或者430这样的位置，那距离现在的位置还有50到80美金可能是能参与一下的。至于其他的机会，从目前的大结构划分，我们暂时看不到，这是多头唯一的一次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分析从545美元开始的这波下跌 A 浪，其内部子浪的形态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这里我们首先要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从日线图整体的走势来看的话这个 A 浪内部下跌的第一波反弹的第二波，以及现在目前下跌的第三波可能还没有结束下方面临的最近的这个支撑应该是在341到304这个区域，它刚好也是跳空缺口下沿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由于这当中下跌的第一波和第三波的一个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波非常长，那所以这个 A 浪内部极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五浪的一个形态那也就是说后期这个 A 浪5波下跌完成之后，
B 浪反弹呀，大概率是走一个三波形态。等这个 B 浪三波走完以后，那将会面临再次的一个无浪下跌啊。这个整体走势从形态上学来说，它是目前是在构筑一个535的锯齿形，并且这个锯齿形，当它这个 ABC 全部走完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回撤的幅度是比较深的。那通过日线的这个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当前我们就是处于这个所谓的 A 浪3的一个末端，这里是1，小幅反弹的一个2，大幅下跌的一个3，短期可能还有一个 A 浪4的反弹，然后再完成最后一个下跌的子浪5，也就是 A 浪5，来结束全部的 A 浪走势。那通过当前的这个走势划分，我们大概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后期这个 A4 向上潜在的一个反弹空间，可能会从这个390、340左右啊反弹到390左右，然后再往下跌，的话，那就要去到310到303这个区域，这是后期我们重点要关注的位置，也是可能形成这个波段做多的这样一个位置，日线支撑啊，310到303。那通过以上这种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套的比较深，那可以趁着这个 A 浪4的反弹减仓，或者说是不亏的情况下，保本先出来一些部分的仓位，等待这个 A 浪5走完之后，才会迎来我们之前预期的所想的这个 B 浪3波反弹，届时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个波段的操作机会。那因此目前我们通过周线、日线的结构划分，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已经处于这个大级别5浪结束之后的回撤这个三波形态的 A 浪的后半程，短期可能会有反弹，是给我们解套或者是减亏的机会，但是后期还会再创出新低，直至跌至这个黄金分割 50% 以线的位置，才有可能出现中线做多 B 浪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当下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我的建议说，保持警惕，提高风险意识，因为这次的 A 浪下跌还没有结束，就算要做多这个后期的 B 浪波段，那么当下对于在场外的朋友来说的话，也是要耐心的等待，这个时间点可能还会需要半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全部的这个 A 浪的下跌走势所以当前从7月22号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下一次的机会应该是在8月底左右，8月底9月初，届时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咱们关于这个美股多邻国的整体波浪结构分析以及后期的波段机会所在。当下依然是保持风险波段的机会还是需要等待。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